我也尝试用速攻玩家思路去玩爆破啊，发现游戏根本玩不下去啊。打个低分段还行，强度稍微上来一点就废了呀。这样打游戏能上分也挺费运气的啊。评论区经常有看到粉丝想让我玩什么枪，我就拿这个 RPG 举例吧。当你端起这把枪的时候，就注定了你的打法肯定会有所限制的。你不可能拿着机枪去打冲锋啊。魔法师拿着大刀去当近战，使用场景不对，它也是个废铁。一旦遇到贴脸或者远程狙手，这机枪就废了。所以你想发出它的威力，你必须得顺着它来。那么我的11套背包有哪些打法可以上机枪的呢 ？MG42 那个不能算啊 ，MG42 它近距离处理也很厉害。像这种主要处理中远距离的话，那只能是5号背包 SAR 的那个背包，还有6号机枪背包烧烤打法嘛。那个烧烤打法因为狙击枪太过强势了，所以说那个背包也不好用了。所以说可以稍微改版一下，改成这个声波探测手雷，一旦照到位置可以穿的。信息探雷也可以，不过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嘛，怎么搭配都随意点。所以稍微头铁一点，下场几乎都是很惨的。枪的强度和个人实力是相加的，你要是选一个弱势的枪，那你就得拿你的实力去补他的弱势。你得有多强的实力才能拿弱势枪去乱杀呀？好了，跑了会儿题，我们就回归一开始，把脑子摘掉，冲！速攻要么打道具，要么就扎针顶呗。中途遇到人完全靠枪法和反应力 ，A 大扑空了，抓一下酒窖，酒窖也扑空了。那大概率就是打 B 了。通常速攻玩家一般都会阵亡在出门的那个位置，或者说是翻阳台的时候就会击掉了。所以说速攻到这儿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如果活下来的话，那几乎就是满地图去找人喽，几乎都是这个流程。不过嘛，我这个脑子摘了，但是没摘干净啊，还是选择慢慢摸点。这边突然被烧了，有点懵，以为是中间打我的，然后就先躲一下。然后中间也没有，再一看队友已经掉差不多了，那么就能杀一个是一个。大家过去肯定会被远处架了，所以说我们短枪的话就考虑走近点，1打4杀一个就是赚的，直接冲到包点被4面合围那是不可能的，那妥是送人头的行为了。没打到，漏了没关系，在这等着，等他过来送，稳赢的局面一定会来找我的，这就是我们收人头的机会。隔壁有一个，看看能不能打掉。不去了，那就不过了。上回合扑空了，那么这回合自己去冲呗，他们肯定会过来的。有防爆，有人，人太多了，顶不住。速攻吃 C4 可太正常了。不过好在队友好像还顶住了，要是顶不住，这把又记了。直接0-4天崩开局，然后再0-5直接游戏结束，分就这么掉下去了。找不着人，一扫没反应过来就被别人秒了。还有在点内扫人的，不都在 A 大扫完了再进来吗？这局野马，这人几乎是干拉的，这局2枪没中，打成这个样子纯属就给机会了。还是一样不带脑子，直接从 A 大扎针直接顶了。单走 A 大，要么扎针，要么就是丢阵、高空阵、高空雷之类的，经常都会被防爆难受。比较好，直接宰了2个，不过被第3个人收掉了，挺赚的。所以为什么说是上点强度，对吧？上点强度，狙有这个准度是很正常的事情。队友这边还算是比较团结啊，还会在 B 点下包。这波对墙马成这个样子，我有点绷不住了。这个人正面架中路过来的人，有点风险太大了。这人看起来都卡卡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去找人。好，最后一个锁定他家，这个人准备去掏屁股，这太卡了，深有体会。我都以为我卡了，我就切队友视角，哎，队友视角没有，就是他卡了。这边生命漏太多了，还想天枪压别人，但是滑铲狙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呀？干嘛，队友？快过去啊！想要对付高分段的狙，最好就是少漏一点。多运用道具，道具干扰他根本操作不起来的。说对手还在找最后一个人在哪儿，至于拖延的时间爆炸了，得出另一个结论：活着也是一种威慑。脑子继续摘掉，继续冲。不过啊，正面那枪线太多了，我们从酒窖出。运气好，换了2个，差点3个都打掉了。镜头一转，诶，突破了，那挺好。
这就是大家口中传的小针一扎，不是白给就是乱杀。运气好你能换几个，运气差你一个都换不了，然后队友没跟上记了，然后你就得看队友的高血压操作了。当你杀了4个，结果回头发现4个队友杀不了1个，然后就会大骂垃圾匹配机制。看这个视角，他爬上9窖没毛病啊，看包是没毛病的，但是他这边选择短枪看中间，这操作妥妥想不开啊。给打来把狙，立马傻眼了，队友刚反应过来，看到了。经常看我视频或者说直播的伙伴们肯定知道我是怎么防止家里偷人的，除非我被打掉，不然家里从来没炸过。所以说你看队友这输的一点都不冤，纯属就是想哪儿看哪儿，却没有一个思路。A 大9窖都冲了，这波从中路冲一波。震撼弹因为提前引爆了2秒，所以说这个中间的高空阵几乎没什么效果，一般都是手雷啊。小伙子没跑掉，直接过去，这里还是忍不住理智了一下。按速攻流程就是中转 A 偷一包去了。但是我这呢中间暴露了，所以说我就不去了，我就不想送。我后面跟过来的队友他不是遭遇了嘛，他打过了，队友这边也聪明，哎，跑过来 B 点下包了。以前这个队友又掏他家去干架去了，那没必要看这边了，我们就看阳台就好了。这种就属于是忍不住去找，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呢就是他游走能够抓那些转点的人，坏处呢就是拉太远了，走点的人一旦掉了的话，包被拆了他都来不及了。最后一个在我们家。我也懒得跟他们争什么的，直接在高台这个位置一趴，小伙子你拆不了包就完了嘛。然后就等他们俩打，他们俩要是打不过的话，那我就是属于擦屁股的那种。这一回合又是理智站回了高地啊。不过我还是没有忘记，这回合我是准备抛开老子再打，尽力去模仿速攻玩家的想法，继续扎针顶。速攻这样，我觉得才是常态啊，不可能你把速攻成功的呀，对面没那么菜的。在队友的视角里面，我就是去送的，我队友他扎根针就进去送了，然后过几秒钟完美开局，我玩个锤子玩，我说了他又不听，他就一直冲一直送，根本赢不了一点，垃圾匹配机制，太逗了真的。然后我们继续看队友的操作吧，中间僵持住了，很灵活，学会用摔炮。4打5居然一个没掉打赢了，这比分干到4比4了，我也不好意思再投铁了，那还是正常玩呗。防止对面直接 run B 点，我们 B 点准备打阵，用道具防止别人直接速攻。其实我也打算顶面子，然后绕他家的，但是呢上来顿了一下，然后就靠边等一下，听声音，没什么动静。爆掉 A 应该是打 A 了，让身边2个队友转移到 A 点去，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不靠谱。他们要是靠谱的话，前面就不会有那么多迷惑操作了。包括观战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不靠谱。高点丢个手雷，反正我们有道具嘛。从这边过的时候，好像看到个人，但我感觉我好像看错了。然后打个阵过去，然后等一下看能不能震到，没有震到，那就不管他了。A 点掉人了，帮忙。看他们 A 点还没有占领的时候，赶快先进去。你要是再晚2、3秒钟，他们就开始要布防了。还在棚子下面，看最后一个人在哪儿。位置不好，直接进去。C4 在那个位置爆了，那只能是中间的 C4。看到胳膊了，直接震撼弹。他想卡我头皮，但是不可能的。道具过去一瞬间，小伙子肯定会躲的。你躲的时候我就出来了。这种击杀不就稳的一批吗？所以说整体下来，你打速攻那就是个运气游戏。你把结局的处理能力交给了队友，队友要是不靠谱，游戏就结束了；队友要是靠谱，那游戏还有的玩。行了，就说这些吧，溜了，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打开这个界面，在右上角就能看到赛季还有几天就更新了，手册也是一并更新的哈。这次新赛季战场出新图了，相信很多玩家会去尝试一下这个地图，到时候我肯定也会去凑热闹的。一开始也玩了，中途不玩了，主要就是因为一局碰到几对活人，打得挺无聊的。现在玩的玩家多的话，就不用担心那么无聊了。现在只是提前下载啊，它实际上是11月8号才能开始玩了。我们来看看这次更新之后的改动哈。优化了目标一点的模型，其实就是下包点的模型嘛。包厢变这个了，它没有变矮，但是它变窄了。总体上算是一个削弱吧。想要这样左右晃的话，肯定是你会露出去一部分。稍微远一点距离觉得好小啊，你看没有？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地图山景别墅，在这个包厢后面都能看到那双梯那边了。这要是架点不注意，手臂露出去，双梯就给你抽了。所以说卡这个位置还是老老实实往后退一点，不然就麻烦了。站这个位置就能看到 A 包点偷 P 位了都。
之前我刷过一个视频，是雪人大作战，3个人互相刷分是吧？一个人用女日记之类的枪把自己给烧残，然后另外一个队友帮他补血，就这样自己就把分给挣了。官方一瞅不行，给你砍了，然后这个打法就没用了。幽魂 T3 也就是那个大螳螂新增了新的处决动作，还没见过呢，有的伙伴可以赶紧快去试试。这个 Type 63增强的都是战场增强啊，跟多人没什么关系啊。包括削弱也是战场削弱啊，不是爆破啊。这次普遍增强的就是喷子和机枪，机枪呢大多都是增加了打腿的伤害倍率，只能说是不痛不痒。但是这个喷子加强我感觉加强到点上去了。 BY15 的毒株弹本来是加 15% 的射程，这回变成30%了，这妥妥的就是打算让喷子改具备。不过这个枪我也玩过，经常性的一枪95打不死，这也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实在想玩独特喷的话，还不如玩那个阿古斯呢，那个伤害我都有点看不懂，不该杀的他就杀了，然后该杀的他就杀不死，就奇奇怪怪的。上赛季出的那个火焰战甲可能是太强了啊，然后现在直接从180秒砍到40秒了，然后呢分数还加了。燃烧瓶的话上赛季才加了 0.5 米，现在又给砍了5米，这怕不是觉得太强了哟？太可惜了，这赛季燃烧瓶我都没怎么用。飞斧又加强了，以后自己能携带甲了，那么飞斧玩家真的是开心坏了，带个双倍致命直接3把飞斧，好家伙。那么这次就粗略介绍了一下这次更新的一些内容，想看详细的呢可以自己上游戏看一下公告。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赛季玩得愉快，溜了溜了，我们下期再见。